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主要是讲健康生活与饮食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妈妈，为什么身体会发炎？人体发炎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它是身体对外界刺激或内部损伤的一种保护机制。发炎的主要目的呢，是清除病原体、修复受损组织和恢复正常功能。人体发炎分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炎症呢，通常是短期的、局部的和短暂的过程，旨在清除感染源、修复受损组织和恢复正常功能。一旦感染或创伤得到了控制，急性炎症通常会逐渐减退。但是如果发炎没有得到适当的控制和持续时间过长呢，就可能演变为慢性炎症。相对于急性炎症，慢性炎症对健康的危害更大，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例如，慢性炎症的反应呢，可能会导致组织的损伤，尤其是受影响的器官或组织中，它可以引起细胞和组织的氧化应激、纤维化和疤痕的形成。慢性炎症呢，还会干扰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增加自身免疫疾病的风险。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器官功能，例如它会导致肺部气道炎症，影响呼吸功能，或导致肝脏炎症，影响肝脏的解毒和代谢的功能。慢性炎症呢，它也会导致我们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这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炎症性肠病、骨质疏松症等。因此，对于慢性炎症的管理和控制至关重要，这包括采取措施降低炎症刺激，改善生活方式，控制好我们的饮食。那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2种意想不到的抗发炎食物吧。第一种就是仙人掌果。仙人掌果是一种多肉植物，在许多地区都有自然分布，尤其在墨西哥和地中海地区很常见。仙人掌果实通常呈椭圆形或圆形，外部覆盖着刺和毛刺。果实成熟后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比如红色、黄色或绿色。它们的果肉鲜嫩多汁，味道甜美，有时带一些酸味儿。仙人掌果实呢，被广泛地应用于食品和饮料制作中，它们可以生吃或制作成果汁、果酱、冰淇淋、甜点等。仙人掌果呢，也被用于传统的草药和民间医学中，它对人体有很多益处哦，其中就包括抗发炎的作用。仙人掌果实中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如维生素 C、纤维素和多酚类化合物，这些成分被认为对减轻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仙人掌果提取物对抑制炎症相关酶的活性具有抑制作用。一项研究调查了仙人掌果实的抗炎效应，研究人员使用小鼠模型，给它仙人掌果实提取物，并观察小鼠对急性炎症反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呢，仙人掌果实提取物能够减轻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还有一项研究，研究了仙人掌果实对大鼠肠炎的反应。研究人员通过给大鼠仙人掌果实提取物来评估它的抗炎效应，结果显示，仙人掌果实提取物能够减轻肠炎的炎症程度，并降低炎症标志物的水平。还有一项研究探讨了仙人掌果实对炎症介质产生的影响。研究人员使用细胞模型，给予细胞仙人掌果实提取物，并评估对其炎症介质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仙人掌果实提取物能够减少炎症介质的产生，并抑制炎症反应。仙人掌果实除了有抗发炎的作用，它还具有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抗溃疡和利尿的作用。它真的是对我们的健康很有益的食物哦。第2种意想不到的抗发炎食物就是豆罐。豆罐是一种常用的香料，也是姜科植物的一种。它具有独特的芳香和口味，广泛应用于烹饪和糕点制作中，尤其在印度、中东和北非菜肴中常被使用。豆罐通常被分为2种主要品种，绿豆罐和黑豆罐。绿豆罐是最常见的一种，它的外壳是绿色的，内部是小而黑的种子。黑豆罐则外壳为深褐色或黑色。豆罐具有辛辣而微甜的味道，有些人还能感受到一丝柠檬或松露的气味。它常用于调味料和茶饮中，也可以用于制作甜点、糕点、
咖啡和酒类饮料等。一些基于体外和动物实验研究表明，豆罐还具有抗发炎的作用。豆罐呢，富含多酚和类黄酮等抗氧化剂，这些物质有助于减少自由基的损害，从而呢就减轻了炎症的反应。一些研究还表明了豆罐中的某些化合物可能具有抑制炎症酶的活性。例如，研究发现豆罐中的某些成分可以抑制一种名叫5脱氧核苷酸合成酶的酶，这是一种与炎症反应和疾病发展相关的酶。豆罐呢，可能还会对免疫系统具有调节的作用，它有助于平衡炎症反应。一项研究发现，豆罐提取物可以调节免疫细胞的活性，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并减轻炎症反应。此外，一项早期发表在《食品与农业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在超重和肥胖的糖尿病前期妇女中，摄入大量的豆罐可以减轻炎症反应。如果有慢性炎症，最好及早的进行治疗，这样就可以减轻慢性炎症对细胞和组织的不良影响，促进身体的健康和康复。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观看，下次再见。